凤家主要是没有其他事情了，请回吧，我要去医院看我的小孙孙了。商太太懒得和凤家主多说，下起了逐客令，他人跟着起身，做好了送客的准备。被下了逐客令，凤家主就算脸皮再厚，也不会再留下来。原本他还以为他来了商家，商太太会热情地招呼他，想到自己做过的事，虽说商太太没有证据，他心里有数的，商太太没有赶他出去。算好的，凤家主心里又释然了。不过呢，他和商太太还有海玲姐妹俩是无法像普通亲戚那样往来了。商太太心里是认定了他是凶手。凤家主起身说道：“我过几天就要回江城了，阿莹，等到你孙子满月时，给我打个电话，我过来喝满月酒。”凤家主请。商太太没有应允凤家主。凤家主深深地看了他几眼，又朝商先生点点头。他这个外甥女婿在家里的地位，就和他家老郑一样吧。他们凤氏家族的女人都是很强势的。商太太提起了凤家主带来的礼物，他一个人拿不了那么多。商先生立即帮着妻子一起，将凤家主送来的东西全都递还给凤家主。阿莹，这是我给你儿媳妇补身子的。虽说我们几十年不见面了，感情生疏，但我们身上都流着凤氏家族的血，是一家人，是亲戚，我当长辈的，给晚辈送点补品，你就不要拒了。谢了，我们家不缺补品。凤家主拿回去吧，你不带回去，留在这里也会被我当成垃圾清理掉的。他不会让儿媳妇吃凤家主送过来的补品，那商太太真的是一点面子都不给他呀。凤家主深吸几口气，告诉自己不要生气，他努力地平复自己的情绪，对商太太说道：“阿莹，东西送过来了，就是你们家的了，你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说着，他扭身再次大步离去。商太太夫妻俩提着东西送着他。凤家主的保镖团在外面等着他呢。看到他出来，保镖团呢立即迎上前来。一名保镖赶紧帮凤家主拉开了车门。凤家主钻进了车内，保镖关上了车门，跟着上车回酒店。凤家主吩咐着司机，司机赶紧开车了。保镖察言观色，知道家主与商太太谈不好，家主心情极差。商太太夫妻俩站在自家别墅门口，看着那3辆车驶出了自家别墅，很快便远去。阿莹，这些东西啊？商先生问着妻子。扔了。商先生嗯了一声，那就扔了吧。他心狠手辣，送来的东西，是真不敢让阿晶吃，咱们家也不缺这点东西，仅是海玲姐妹俩送来的补品就很多了，况且他们商家本来就不缺这些。商先生就从妻子手里接过了那些东西吧，说道：“我拿去扔了，你回去休息。今天一天你都没有好好休息，心情不好，无法入眠的，不睡了。我去隔壁看看君然的家装修的怎么样了。”商太太今天的心情原本是很好的，被凤家主的到来打扰了。也好，商先生亲自将凤家主送来的东西拿出去，扔到外面的大垃圾桶里去。商太太去了隔壁君然的新家，就以后也会是她女儿的家。听到工人说商太太进来了，君然和商小飞连忙从后院回到了前院。他们刚才在后院看着工人们做事。妈，阿姨。商小飞和君然一前一后的叫着商太太。商小飞走到母亲的身边，亲热地挽上了母亲的手臂，笑的眼睛都是弯的。妈，你终于肯过来看看了。商太太轻戳一下女儿的额头，说你高兴了吧？君家表了态，加上苏少主横插一脚引发的种种事情，那让商太太最终同意了君然和女儿在一起。两个人想什么时候结婚都可以，她不会再拦着。君然在管城有2栋房子，这一栋又是与他们商家挨着，属于邻居了。君然又是长期在管城工作，
小飞婚后还是在管城生活居多，就不影响她见女儿。主要是小飞长这么大啊，就喜欢过2个男人，一个是战印，一个就是君然了。战印不喜欢小飞，如今又是海童的丈夫，小夫妻俩感情稳定，海童已有孕，商小飞不可能再纠缠痴恋于他。商太太都庆幸自己的女儿有着正确的3观，知道战印已婚后，马上就抽身离去，再也不纠缠战印，干脆利落的。那如果不让小飞和君然在一起，那商太太担心女儿这辈子都不会再嫁，再让女儿当老姑婆和同意女儿嫁入君家，那商太太肯定是选择后者的。我高兴，非常高兴，妈，等会儿给我嫂子送饭，你叫上我，我好想我侄儿呢。商太太笑道，你哥说叫我们晚上不用过去了，他丈母娘那边送饭给他们吃，你嫂子后天就可以出院了，到时候天天都能看到宝宝，他也想小孙孙，我们不送饭过去也可以去看看宝宝，是我大哥把我赶回来的，否则我都想全天待在医院里陪着我嫂子，照顾着我侄儿。蓝晶还在医院里，她是顺产的，产后很快都能下床走动，不需要太多人留在医院里照顾，那有商无痕和她丈母娘就够了。妈，刚才是不是有谁来我们家了呀？我好像听到咱们家里有陌生人说话的声音。君然请着丈母娘进屋，屋里吧装修的七七八八了。商太太敛起了笑容，回答着女儿的问话，是来了人，江城凤家的家主。凤家主，她不就是凤晴的亲妈的？咦，商小飞脸上的笑容也是一下子就没有了。妈，她来做什么？商太太眼神里掠过了恨意，说道，过来最后确认一下我的身份了。你外婆出事时，妈已经懂事，见到她，就算她老了很多，也能认出来，同样的，她也能认出我。彤彤的婚礼上，我知道她过来喝喜酒，但人太多，没有见到面，以为她在婚礼后就走了呢。今天她找上门来，才知道她一直都留在管城，而且待的时间还不短呢。想来是多方打听求证吧。妈，她会对我们做什么吗？你和爸尽量少出门。商小飞担心地道。不等母亲说话，他又霸气的道，不过在管城，咱们不怕他，他敢做点什么，我们能叫他来的容易，走不了。商太太说道，放心吧，明面上他是不会做什么的，私底下他要是什么都不做，天都会下红雨。以前妈年龄小，对他的性格没有摸清楚，现在与他见过面后，就知道他是什么人了。外婆的死，商小飞看着母亲，商太太说道，妈相信总有一天能够真相大白的。小飞，这件事啊，你不用管了，你管好你自己的公司，好好的和君然约会就行。等君然的房子装修好后，你们俩也要考虑一下结婚的事啊，你们俩年纪都不小啦。刚抱了孙的商太太开始想抱外孙了，催着商小飞和君然要将结婚仪式提上日程。君然给商太太倒来一杯温开水，听到商太太的话后，微笑的接过话来，阿姨，我和小飞今年内不考虑结婚，这栋房子里里外外都翻修，地方大就没那么快，最快也要年前才能弄好。明年年初结婚的话，海童身怀6甲的，参加我们的婚礼会有诸多不便。小飞与她姐妹情深，坚持要她参加婚礼，不希望姐妹们缺席我和她的婚礼，所以我和小飞都想好了，等沈小军和海童都生了之后，我和小飞再结婚办婚礼。商太太看了看君然，又看着自己的女儿，说道，这是你们俩的人生大事，你们自己想清想楚，决定就好。妈就给你准备好嫁妆，你随时出嫁，我随时都有嫁妆给你。商小飞的脸都红了，妈，我又不恨嫁，不着急，我现在也忙呀，小军和彤彤都怀着身孕，我们的公司
重担落在我的肩膀上，也没有时间筹备婚礼，那干脆推一推。商太太说道，君然没意见就成啊。我没意见，以小飞的意愿为主。两个人是好不容易得到了商太太的认可，君然只有高兴的份，哪里会有意见？商小飞想什么时候结婚都可以，他一直在他身边。商太太喝了一杯温开水后，便在君然和女儿的陪同下，参观了一下君然为女儿打造的爱巢。虽说还没有装修好，但是每一处每一物，君然都十分用心，以小飞的爱好为主。君然对商小飞的感情有多真，商太太从来都不怀疑。她当然不同意两个人在一起，并非嫌弃君然没本事，而是觉得君然太远了，就她舍不得唯一的女儿远嫁。不过被苏少主突然插了一脚后，商太太就觉得女儿和君然般配得很，郎才女貌，家世相当，主要是两个人你情我愿。某间出租房里，宁云初的两位大姑姑坐在一张很旧的木质沙发上，那宁思琪则是坐在一张椅子上。就在他们面前的那张旧木质茶几上，放着几个烂苹果。这宁家大姑姑不好意思地对小侄女说道，思琪，大姑现在住的环境就是这样，你也别嫌弃。如今大姑托关系在一家酒店里当清洁工，工资比在厂里当清洁工要高一点，但一个月呢也只有几千块钱。你能提前出来，大姑很开心，但是大姑在经济上无法帮到你了，你谅解一下吧。宁家二姑也是一脸难堪地道，思琪，二姑一向是最疼你的，你也知道，可是我们被你那个大姐害成了这般，连房子都没有了，一大家人都只能租房子住，我们一把年纪还得去当清洁工，赚点生活费，想帮你实在是有心无力啊。话锋一转，他又恨恨地骂着宁云初，都是那个瞎子心狠手辣，倚仗着占家的事，对我们进行肆无忌惮的打压报复。就算我们做过对不起他的事，他不是没受伤吗？当初两家联手想把宁云初绑架了，结果被宁云初识破，再遭到海童的破坏，导致他们的阴谋失败，之后就遭到了战一晨的打压报复，让两家的生意迅速的落败，还欠了债，就只能卖车卖房卖奢侈品才还清所有债务。然后呢，他们两家人啊，只能在管城最偏僻的旧城区租了旧房子暂时住着，就是租住在这里，一个月下来，房租水电费也要1000多元。以前1000多块钱对他们来说都不是钱，现在1000多块钱却是他们好几天的工资了。就是这样最便宜的房子，那也租不长久。旧城区的房子很快就要被推倒重建，到时候管城就不会再有这个旧城区，有的呢都是繁华新貌，那这里的房租也会跟着水涨船高。他们两家人的未来还不知道怎么办呢。崔金两家人是挨着租住在一起的，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现在都在外面找工作。他们不敢去大公司，怕丢脸。怎么说，他们曾经都是有钱人家的少爷。那宁云初的表兄弟们便进小公司上班，小公司待遇福利薪水都是一般般的，就他们也只能熬着。其实两家人该庆幸的是，宁云初并没有对他们赶尽杀绝，让他们还能找到工作，只是没有了钱，没有了事，他们翻不出风浪了而已。要是他们还敢去害宁云初，那就是宁太太那样的下场了。两家人心里也清楚，哪怕恨着宁云初，也不敢再去害他，顶多就是跑到宁家去哭一哭，却无法让宁云初心软。大姑、二姑，我不是让你们给我钱。宁思琪说道，我是来看看你们怎么样了。那个瞎子真是狠呀，我们以前都没想到他会是个厉害的。平时看着他默默无闻，开家花店也只能赚点零花钱，不把他放在眼里。不曾想他早就勾结了姓莫的，给了我们致命的一击。可不是吗？我们都看走眼了。思琪，你出来后回去过，宁云初不让你进门，你看他现在怎么样了？
听说战二少爷去 A 市，请来了君家的四少奶奶帮他治眼睛，不知道效果怎么样。那君家的四少奶奶是传说中的神医高徒，听说是医毒高手，很厉害的样子。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帮瞎子治好眼睛啊。听了姑姑的话，宁思琪愣了愣后，说道：“我是回去过，但我进不去。家里的佣人全都被宁瞎子换掉了，不仅换了所有的人，还在家里养了4条大狼狗。我本想翻门进去的，差点被那4条狼狗撕了，吓得我赶紧跑了。我看他和平时没什么两样呀，在家里他是行动自如的，看不出来他是真瞎还是假瞎。我要求他给我开门进去，他说他看不见，不方便开门。想来是还没有治好吧。”宁思琪继续说道：“小姑姑带着他到处求医问药，花了10年时间都没有治好他的眼睛。那君家四少奶奶能治好他的眼睛？什么神医的高徒，那是吹棒他的人夸出来的吧？就算真有神医，神医也是个人，并不是神仙。那么多的医生都治不好他的眼睛，他这辈子估计都无法恢复光明。就算他能恢复光明又如何？她嫁给战二少爷是不能生孩子的。我妈跟我说过，她就以后生不了孩子的。不要说豪门，就是普通的家庭，那娶个老婆回来不能生孩子，早晚都得离婚。崔金2位太太，你看我，我看你。”金太太问着宁思琪：“你妈怎么知道宁云初不能生孩子？宁云初又没有嫁人，怎么就不能生娃了？”“我也不知道，我有一次被宁云初气狠了，找我妈哭诉时，我妈是这样告诉我的。我妈怎么知道她不能生？她没说原因。不过我妈说她不能生，她肯定不能生。她是我妈生的，我妈还不知道她吗？”崔太太说道：“要是她身体有毛病，以后嫁了人真不能生，那她早晚都会被战家赶出家门。看海彤嫁入战家后1年都不怀孕，就多少人在背后说她会被赶出来。海彤现在怀孕了吗？”宁思琪第一恨的是姐姐，第二恨的就是海彤了，也想知道海彤的近况。战家还没有消息传出来，应该还没有怀孕吧。不过战印倒是给了她一场盛大的婚礼，他们半个月才办的婚礼，那场婚礼在管城，那真的是空前绝后的盛大婚礼，不知道羡煞多少人呢。他们2家已经破产，被踢出了富豪圈，自然没有机会参加婚礼，只能看看那长长的婚车队，就连婚礼上的事他们也打听不到了。在2家没有破产时，他们与战家也不在一个层次上。如今就算他们想去打听一点消息，曾经跟他们来往的那些人都不会告诉他们，连见面都不想和他们见面。反正战家没有传出好消息来，那就是海彤还没有怀孕呗。宁思琪恨恨地道：“大姑、二姑，我爸妈还有我会进去，都是因为海彤的多管闲事引出来的。要不是他，我们家也不会这样。我们家不会这样，大姑和二姑家里也不会这样。我恨死海彤了，2个当姑姑的，又是你看我，我看你的。”最后大姑说着：“宁思琪，思琪，你现在出来了，我和你二姑就指望你能夺回宁家的一切，那样我们2家才有起来的希望。我们一定会尽最大能力帮着你和宁云出斗。但是海彤那里，听大姑一句劝，你不要再去招惹他，以前的他你都斗不过，现在的他你更斗不过。他背后站着的不仅仅是战家，还有商家、陆家，甚至连低调的苏家都给他当靠山。就这几大家族，随便拎一个出来都能吓死人的。你与宁云出征，那是姐妹之争，是你们宁家的事。海彤再喜欢多管闲事，也不会伸那么长的手来干涉你姐妹之间。”宁思琪恨道：“难道就让海彤这样潇洒自在吗？她的幸福是建立在我们的痛苦之上，我们能怎么样啊？就凭咱们现在这样的条件，你说我们能拿她怎么样？你看看你连自己的家都进不去，说说
你能拿什么来对付战家的大少奶奶？宁思琪一噎，他想说他找到了帮手，想到郑太太提醒过他，两个人合作的事不要说出去。宁思琪又忍住了，他现在都还没有取得郑太太的信任呢。那郑太太说要看他回到宁家后的表现，才能确定合不合作。思琪啊，真不是我们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而是现实如此。你先想办法夺回宁家的一切，然后我们帮着你打理生意，壮大宁家的势力。等我们宁家变强变大了，那再报复回去也不迟。是呀，君子报仇，10年不晚呢。宁思琪苦涩的道：大姑、二姑，我知道的，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冲动行事，在里面接受了改造。我也不是以前那个冲动的、嚣张的、任性的宁思琪了。我的表兄弟们什么时候能回来？我过来找你们，是想让他们陪着我杀回去。只要干掉了那几条狼狗，我就能进去了。我的手机、银行卡，所有贵重的东西都在家里，我进去了就能拿回我的一切。就算宁云出有战二少爷当靠山，那又如何？我就不信我斗不过他一个瞎子啊！从来都是他欺负宁云出的，要是连个瞎子都斗不过，郑太太估计就不会和他合作。没有外面的势力帮着他，他想在管城翻出天来，还真的不可能呢。他们都要晚上下班了才能回来，你现在也回不去，要不就在这里等等，用过了晚饭，等你表兄弟们下了班，再陪着你回去对付几条畜生，打死便是。那宁思琪也是两位姑姑眼里的希望了，只要宁思琪夺回宁家的一切，他们两家也能跟着翻身。就算宁思琪夺不回宁家的一切，有宁思琪住在宁家大宅里，于他们也是有益的。宁思琪名下的财产也不少，他是兄嫂最疼爱的孩子，从小就开始给他准备嫁妆，在他成年后都交到了宁思琪的手里，让他学着打量他名下的财产。宁思琪虽说脾气不好，却是个蠢的，只要哄好了他，就能从他那里要到不少的好处，帮着两家人改善现在的生活。宁家的两位姑姑当了几十年的富家小姐，如今落魄到要当清洁工，反差太大，他们无时无刻都在想着重视风光。沉默了片刻后，宁思琪对两个大姑说道：大姑、二姑，我现在也没有地方可以去，就留在你们这里吃饭，等到我的表兄弟们回来了，再让他们陪着我回去，帮我把宁瞎子养的那几条狼狗打死。等我进去了，少不了你们的好处。也可以，那你就在这里等一会儿，吃过了饭，等他们下班了再陪你回去。听到宁思琪说不会亏待他们，两个当姑姑的便很热情地留下了宁思琪。思琪，你晚上想吃什么菜？跟大姑说，大姑现在就去买菜回来做给你吃。哎，不过大姑的厨艺一般般吧，你到时候不要嫌弃哦。宁家以前虽然没有现在那么有钱，也不穷，宁大姑他们从出生起就没有吃过苦，挨过穷，长大后选的丈夫与他们宁家也算是门当户对的，不算大富大贵，但也衣食无忧，有几间小厂子，跟普通人来说，他们算是有钱人的了。故而他们都不擅长厨艺，因为家里请有做饭的阿姨，不需要他们下厨做饭，偶尔下厨做出来的饭菜也就是勉强能吃的那种吧。现在没钱了，需要自力更生，两个姑姑每天要负责为一家人准备着一日三餐。厨艺才精进一点儿，他们深知宁思琪的嘴刁，生怕宁思琪吃不惯他们做的饭菜，生气了。这个娘家侄女儿可不好哄的，任性刁蛮得很，偏偏兄嫂最疼爱的就是这个侄女了，那他们当姑姑的也得讨好她，以前都要讨好这个侄女，更不用说现在了。现在他们两家人就指望着宁思琪从宁云初那里抢回宁家的一切，那样两家人才能东山再起啊。
大哥被判了10几年，大嫂则是被判了死缓。宁思琪也才20出头，唯一的侄儿还在上学。不管是侄儿还是这个侄女都很好哄骗，只要哄好了宁思琪，以后他们2家人就能重新回到宁氏企业上班。只要他们能重回宁氏企业，一定要将宁氏企业牢牢地掌控在自己的手里，那样才不会再像以前那样被宁云初一个瞎子就将他们的人全都赶了出来。宁思琪说道：大姑、二姑，我已经不是以前的宁思琪了，在里面你以为我比你们好过吗？吃的能有以前好吗？现在有得吃我就不嫌弃的了呀。刚进去的时候他是吃不习惯，经常饿肚子，饿得厉害了就吃了，吃着吃着就习惯。饿极的时候呢，他恨不得吃了宁云初的肉，要不是那个瞎子他也不会进去。宁大姑心疼的道：思琪，你受苦了呀，现在出来了就好了，以后咱们做事注意点，别再被他们抓到我们的把柄，把我们送进去。你爸妈……宁二姑也是叹着气，要是大哥没有进去，他们也不会落得今天这样的下场。娘家无人当靠山时，他们在婆家都不好过，还好他们的儿女都长大了，否则婆家会将他们赶出来。因为是他们连累了崔家与金家，就想到婆家人对他们的态度，宁大姑姐妹俩又愤愤不平的。以前仗着他们娘家的事，2家人都得到了不少的好处，如今他们的娘家当家人变更，讨不到好处了，这婆家人就怪他们。好在那宁思琪出来了，他们是外嫁女，还是嫁了几10年的女儿，回来争宁家的家产是争不过宁云初的，那宁思琪却可以。那宁云初不愿意谈的话，就让思琪去告他。大姑、二姑，我爸好好改造，争取减刑还是能早点出来的。我妈她出来的机会比较小。宁二姑说道：你妈妈在里面表现的也不好，上次天磊去看她，她都不怎么说话。天磊说她似乎一心求死，不可能的，我妈要是有机会活下去，她不会求死的，她舍不得我和弟弟，也不会甘心的看着宁云初霸占了宁家的一切。宁思琪了解自己的母亲，他认为母亲不会一心求死，只是母亲被重判，能活着出来的机会很少。天磊说你妈身体差了很多，整个人瘦了2圈，好好的一个家，就被云初害得4分5裂的，他咋就那么心狠呀？他爸都死了20几年，这你妈还是他亲妈呢，他也狠得下心。宁思琪不说话，他知道宁云初有多恨他们，就他们以前也害惨了宁云初，父母犯的罪不仅仅是害死了宁云初的亲爸，还涉及到其他违法的事，特别是母亲涉黑、涉及绑架及故意伤害罪等等，数罪并获，父母才会被重判的。天磊考上哪里的大学？宁思琪问起弟弟的情况，他坐牢的时候，弟弟一次也没有去看过他，哪怕姐弟俩平时关系不太好，但是在父母都出事后，他和弟弟就是最亲的人了。弟弟也心狠的不肯去看看他。提到宁天磊，2个当姑姑的这脸色都不太好看。宁大姑说道：天磊考上了重点大学，不过不在管城，学校在外省，坐高铁来回倒也方便。他是偏向着宁云初的，什么都听他大姐的。刚知道你爸妈的事实，他心里难过，接受不了，就不想见他大姐。但是我们劝他跟他大姐闹翻，争夺宁家大权时，他却不听我们的。我们多说几次，他还会把我们赶走。前段时间战少和海童办婚礼时，天磊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从学校里请假回来，后来还跟着宁云初去战家喝喜酒了。战少的婚礼过后，他才回学校的。回学校之前倒是来看过我们，是偷偷来的，给我们送了点吃的，留了一点钱就走了。如果我们不说他大姐的事，他会多坐一会儿，一提及他大姐，他就起身走了。这孩子呀，
打小就被宁云初灌了迷魂汤的，不管宁云初对他态度如何，他都巴巴地跟着他，连兄嫂私底下都吐槽过，认为儿子是上辈子欠了宁云初的，这辈子那样巴着长姐。宁思琪骂着弟弟，我和他才是同父同母的亲姐弟，他却总是偏帮着那个瞎子，那个瞎子不想理他，他都要巴巴地跟着，叫着人家大姐大姐的。只要我和那个瞎子闹矛盾了，他也是不管谁对谁错，都是帮着那个瞎子，怪我，说我太坏，说我没有姐妹情，就还跟爸告我的状呢。对亲弟弟宁思琪也有满腔的不满。宁二姑说道，天磊是心善，他又很少在家里，不知道他大姐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好的。思琪，我担心你一个人斗不过云初，他现在有战家当靠山，等你拿回手机和银行卡了，就去学校看看天磊。天磊现在成年了，你们姐弟俩联手才能斗得过云初的。怎么说，你们俩都是同父同母的亲姐弟，你们应该一条心才对。云初对天磊也有姐弟情，他有所顾忌，对你就有好处。宁思琪说道，也要天磊愿意和我一条心才行呀。就像大姑说的，也不知道宁云初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让他打小就扒着宁云初，帮着他。他就是看不惯弟弟对宁瞎子那么好，才会让父母将弟弟送去寄宿学校，减少弟弟和这宁瞎子相处的时间。你多哄着他就行，总之你们俩要一条心，否则斗不过他。宁大姑起身去拿了点钱，对宁思琪说道，思琪，你在这里休息休息，大姑去买菜了。宁思琪看了看大姑现在住的地方，租的房子虽然说是3室1厅，却是破旧的房子，哪怕打扫得很干净，给他的感觉还是脏乱。他在这里哪能休息好？又不是在监狱里头啊，他已经出来了，就重获了自由，重新当回宁家的二小姐。不过他没有流露出嫌弃，他还要和2个大姑姑联手对付宁云初的。大姑，我跟着你们去买菜吧。宁思琪起身说道。宁大姑没有拦着她，姐妹俩便带着宁思琪出门去菜市场买菜。姑侄3人逛菜市场的时候，也被人在暗中偷拍了相片及视频，那是宁云初让管家安排人跟着宁思琪的，看看宁思琪会做什么。跟着宁思琪的那个人拍到了相片后，便将相片以及视频都发给了管家，还有宁家2位姑姑租房的地址也一并发给了管家。宁云初收到管家发来的所有相片及视频时，他和战逸晨刚好回到了悠悠山庄，知道2个人回来吃饭，战逸晨还要亲自下厨。二太太早就让人去买了很多食材回来，让长子能够大展身手，家里人也多，战逸晨亲自下厨，自然要大家聚在一起吃饭，多烧几道菜才能吃得热闹点。战逸晨的车子才停下来，就听到了海童和二太太的叫喊声。宁云初也不管自家男人了，先行下车。阿姨，彤彤啊。宁云初笑着向二太太问好，又朝不远处的战印点点头，叫了一声大哥。二太太笑道，你和逸晨都订婚了，就可以改口叫我妈妈。她知道这个准儿媳妇亲人缘薄，不讨亲妈的喜欢，没有享受过母爱，就她心疼得很，尽可能的给儿媳妇母爱。妈。宁云初很自然的改口，那她很喜欢婆家人，婆婆对她是真心好，她自己的亲妈对她一点都不好，婆婆却比她亲妈不知道好了多少倍。以前呢，她还看不见，那婆婆也没有嫌弃过她。2个大姑姑来过战家见她婆婆的，说她不适合战逸晨，想利用婆婆来拆散她和逸晨。结果婆婆说了很霸气的一句话，她听说了婆婆说的话后，感动不已。开始是婆婆如妈，二太太就乐呵呵的应了。她看着儿媳妇的眼睛，问道：云初，
你的视力好一点了吗？能看到多远了？二婶先带云初回屋里再问也不迟。海童笑道，他对宁云初说，二婶知道你们下午回来，推了朋友们的约牌，留在家里等着你们。奶奶也说回来吃晚饭，她和丈夫去看过了表嫂后，便回了山庄休息。云初过来正好有伴聊聊天。海童和战印在管城自驾游度蜜月，去不远，回家也很方便。想过两人世界了，就出去玩，就住到战印名下的其他房子里吧。别看战印瞧着严肃冷漠，却是个很会享受的人。他名下的别墅都买在好地段，就既方便去玩，也有很多美食。现在看得稍微远一点了，其实这样我都很满足了，比眼前一片黑好了不知道多少倍。彤彤，你没有去看你表嫂？哇，那小宝宝好可爱啊！就我和一晨从医院出来就回来了。海童笑道，去看过了，不让我在那里待太长时间，说我也有身孕，怕我累着，等我表嫂出院了，我们再过去看看。小宝宝是好可爱啊，看着心都能融化掉。他亲切地挽上了宁云初的手臂，宁云初的另一边手被二太太拉着，三个人慢慢地往主屋走去。战印以及刚下车的战一晨就被三个女人撇下了。大哥，战一晨边拉开车后座的车门，边冲着大哥叫喊，大哥，过来帮我拿点东西。云初非要买礼物，人人都有份，把我的车塞得满满当当的，都成了货车。一家人还那么客气，让他以后不用买礼物了，又不是第一次登门。战印走过来帮着弟弟拿东西，他往车上看了看后说道，咋买这么多东西？人人有份，能不多吗？打电话给杨叔，让杨叔过来帮帮忙。战一晨的车子是停在了露天停车场，离中心主屋还有个几百米远。战印将东西塞回车上，对他说道，你直接开车过去，停在屋门口就方便多了，干嘛停在这里走那么远呀？一点东西还无所谓，这么多东西提着重死了。他回来每次都是直接开车，到屋门口才停下来的，又不是客人来访，车子就是停在露天停车场上。战一晨说道，我这不是看到了你们吗？才停车的。他看看走远的三个女人，我们开车过去，他们呢？战印也看向了那三个女人，说道，他们就喜欢边走边聊天，由着他们吧。你家那个现在看东西才清楚点，也想走走逛逛赏景的，觉得大哥说的有理。战一晨便回到了车上，问着大哥，大哥要一起过去吗？